好，我们把上次没有画完的，咱们今天把它继续画完它。我们要在这旁边再来画一朵啊，旁边这里再来一朵。好，旁边这里再来一朵，好看吗？这3朵花现在干了之后，那天晚上还没有干，它还是有一点这个，看起来会有一些这个什么吧。现在基本上是完全干了的啊，干了的状态和这个湿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区别的。好，在这里再来一朵。好，这个我们事先构图的这里，我们还要画这一朵啊，最左边的这一朵。那我们先来调一下底色。好，那我们再继续来一朵啊。那我们今天要画这个花，还是要调底色，底色还是一样哈，太白、三绿、胭脂。当然今天只有1朵花，可能还会画一些其他的花，金颜料或者是金墨都可以哈。那你就滴一点进来，加一点就可以了。当然是要摇一下最好啊，摇一下，就你用这个金墨之前。刚刚是没有摇，它上面挤出来的颜色有一点不一样，它里面是有一些油之类的。先摇一下，这个颜色才会比较沉一点。所以用之前咱们把它摇一摇哈，这个金墨要摇一摇，金墨、金颜料都可以的，但是金墨它会调得更开一些，就是更容易把它调均匀一些。金颜料因为是膏状的，但是金墨它是这个水状的。我那天用的是金颜料，因为那天我的金墨没到，所以我用的金颜料。那我今天就用的是金墨了。好，来我们要加水哈，加水调和。咦，这个金墨不知道倒的多不多哈，不管多不多，多了就多了，少了就少了。需要这个金墨经常会用到，所以你们可以准备1瓶。我们有一些画中都可以用得到。以后也有这个作品上，以后也有作品也会用得到。三绿、太白、胭脂，把它调均匀，里面是有这个金墨的啊。虽然说看不怎么见，调在里面之后其实是看不怎么见的，但是我们在画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了。好，调好底色，我们三绿再加多一点点吧，感觉三绿加的有点少，咱们再加多一点点。咱们画这种浅色系的，咱们把底色调的深一点哈。我就是经常有在提醒大家，就是我们画浅色，像这种就是属于浅色的。浅色系的时候，我们把底色调深一点哈，颜色调深一点，意思就是这个料加多一点哈，就是这个三绿和胭脂加多一点。颜色还没有挤出来了，还是用之前一样的颜色，朱砂、大红、曙红、赭石、胭脂，还有这个焦茶，还有墨啊，还有墨的话，
墨的话，只是我们先准备着，也是不一定会用。就是我们要到很深的颜色的时候用，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觉得不需要那么深的时候不用也可以。这个是朱砂大红，朱砂大红、曙红、赭石。来，先调一层朱砂哈，薄薄的调一层朱砂，然后调一点大红。咱们今天的颜色跟那天的颜色是一样的，整幅作品里面都是用同一个色系啊。你可以调多一点，或者是调少一点，多一点或者是少一点。好，然后调一点曙红。依次调由深到浅的渐变啊，笔上的颜色一定是调的由深到浅的一个渐变色。好，再来一朵。这个纸有一点点不是很平啊。纸的画不平都是很正常的，就是因为你画了之后，它干了之后，它这个纸整个的纸，它会跟现在是有一点不平啊。因为这个纸是没用过，但是这个纸它干了之后，它这个会影响旁边，会影响到会有一点不平。让我们画的时候小心一点就好了。好，来补充颜色，补充这个朱砂大红，然后曙红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哈，补充一点大红，补充一点曙红。加这个层次进来。好，补充一点大红，补充一点曙红。好，还是让它有一点这个包起来的这种状态吧。再补充一点朱砂、大红、曙红，这朵花可以让它稍微红一点啊。好，每画一笔，笔尖又要去补充一点点颜色。因为你画完一笔，这个笔上的颜色它又会少一些，颜色不够饱满，就是颜色的深浅变化没有，就是笔尖上没有深色的。啊，笔尖沾深色的时候也不要成一坨啊，你看这个时候沾成了一坨也不行，还是要再加，继续补充颜色，补充这个朱砂大红，颜色要在笔肚里面调均匀，笔一定要睡在盘子，贴着盘子去啊。贴着盘子去调，这样颜色会更均匀一些。就不要把颜色只放在这个笔尖上，整个笔肚里面都要有颜色。好，现在笔上是有点干了，有点干，有点走不动了，我们该要加底色了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就是笔上干了，你就要去加底色啊。好，我们将就的把这一个花瓣画完，那就真要加底色了。来，我们用笔肚轻轻的去蘸一下，加一点底色进到笔肚里面。
好，这里展开一个小的反瓣啊。好，这里展开的这种反瓣。让它有一点包起来的状态，继续再补充颜色。越到花心的中间，我们可以把颜色让它更深一点点，可以加一丁点胭脂进来。如果你想更深一点的时候，可以加一丁点胭脂，但是胭脂不要加多了啊。胭脂一旦你把胭脂加多了，颜色就会显得黑了，显得灰。好，这里可以加一个小小的层次啊，让这个层次显得更丰富一些。好，再加一点曙红，加一丁点胭脂啊，笔尖上去蘸一丁点胭脂就可以了。好，这里可以再加一小层。好，这样让它多加一个层次，多一个层次出来。笔尖再来补充一点曙红，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一幅作品里面的第4朵花，亲爱的家人们。这幅作品里面上次已经画了3朵花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记得吗？今天我们把这幅作品再和大家一起把它完成。来加一点这个，继续调一点这个朱砂，调这个大红，调这个曙红，调一丁点胭脂哈，调一丁点胭脂。好，这里补充一个花瓣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可以去填充它里面的花瓣就可以了啊。填充里面的这个，这里可以再跳出来一个花瓣吧？需不需要跳出来？不需要跳出来了，不需要太大了，这朵花就不需要太大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就补充里面的正瓣。好像这些缺口里面，你可以先想把它缺口让它更明显一点，可以加一点点啊，可以去调整一下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把颜色调深哈，调深一点，颜料调多一点哈，去舍得用颜料，一定要舍得用颜料，颜色一定要饱满。就我看我们的新朋友刚开始学的时候，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这个颜料用的不够多，就是不敢调太多颜料啊，总是颜料调的不够饱满。这是大家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，它其实也不是一个错误，就是掌控不好这个颜料的多少。就是你深色的花啊，你想要画深色的，你一定就是大胆的去调哈，把颜料调厚一点。好，来把这个缺口里面的这个正瓣先把它补上啊。缺口里面的正瓣用最深的颜色，胭脂稍微用厚一点哈。胭脂用厚一点，这样子才会有层次。好，侧锋行笔，笔尖沿着前面一个花瓣的边缘走。来，再来补充一点补充一点曙红，补充一点点胭脂。今天的颜色是大红、曙红、胭脂、赭石。目前来说还没有用到这个后面的颜色。现在我们画到这里都只用了前面的3个颜色啊，只用了3个颜色。来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，用笔肚轻轻的去补充一点底色。好，我们先来补充这个朱砂，补充朱砂大红，
大红、曙红，然后胭脂。好，侧锋行笔哈，侧锋行笔，可以不要那么圆，可以，你看停顿一下啊，停顿一下，你就有一个缺口出来，这个缺口你可以回一下笔，表示这个花瓣的一些这个花纹，花瓣上的一些纹路。好，这里要注意一下啊，这朵花它是在后面，咱们把它画在后面的这个层次，所以跟前面的花要把它这个层次要把它画出来，它在后面啊。好，现在笔上干了啊，我们再来加一点底色，轻轻的去补充一点底色。今天这一朵感觉画的比较深一点，等下它干了之后，它还会浅一点点，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尽量把它画的深一点。好，这一个我们可以展开一点哈，这一个花瓣我们让它展开。好像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先补充一层。好，补充颜色，补充更深一点。我们这里可以再来补充一层。来，继续来补充一点底色，补充一点底色。来，这个时候我们加一点这个赭石啊，加一点赭石，加点焦茶。哇，这个胭脂不小心弄到笔肚呢，弄到笔肚我们就把它调进去吧，把它调均匀，把它调均匀啊。现在颜色可以调的脏一点哈，深一点。加一点这个赭石啊、焦茶呀、胭脂多一点点哈，胭脂多一点。
好，再来加一点焦茶，加点胭脂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补充啊，继续来补充。来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啊，继续来加点大红，加点曙红，加点这个焦茶、胭脂，让它的颜色变一点啊，让它颜色跟中间这些颜色有一些区别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胭脂啊。好，这边的这个花瓣啊，可以深一点没有关系，因为它在前面本身这上面的这个花瓣应该浅一点才好。但是呢，它在这个上面的这一朵花的下面，在它下面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深一点哈。然后这里还可以再加一层花瓣进来，但是这些地方都要小心一点，因为它是后面啊，后面我们要把它前面这一朵花蹭出来。好，这里可以回一下笔，然后我们再来加一点底色啊，轻轻的去补充一点底色。好，随便调一点颜色啊，调一点颜色，不要调太深了。这个时候，后面来一个大花瓣，整个笔肚压下去。哎，小心一点啊，小心一点啊。因为它还是在后面啊，还是在后面的层次，不要遮住了前面的花。不要太深了啊，这个时候把笔尖的颜色去划掉一点点啊，笔尖的颜色去掉一点点，因为这个时候要画这个花瓣的边缘。好，再加一点点颜色啊，这边来一个。好，这一朵花就在后面啊，后面这个层次就这么多，差不多。然后我们再把花心画一下，花心补上最深的颜色，大红、曙红，然后胭脂，大红、曙红、胭脂。好，那我们可以这一朵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的花这四朵花已经画完了，还画花吗？还要继续画一些花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不是说就不画了，还要画一些花，还要画一些什么花呢？画一些再画一些花，就不画这个牡丹花了，我们再画一些樱花，好不好？画一些樱花，在这个周围，在它的周围画一些樱花，大家知道樱花吧？
樱花它也是那种粉粉嫩嫩的，特别好看。就是樱花，就是在牡丹花开的时候，也是樱花开放的时候。来，我们调这个朱砂哈，还是一样，先调这个朱砂，调一点点大红，调一丁点曙红。好，我们开始啊，开始画这个樱花。我先开始就随便找一个地方去画啊，随便找一个地，从上往下，从上往下。樱花它花瓣可能比较碎，比较碎一点点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樱花也是一样，有的时候也要沾一点赭石啊，沾一点焦茶什么的，就不是说咱们的樱花就颜色都是比较红，它有的时候也要沾一点赭石，沾一点焦茶，水分可以大一点点啊。好，继续来沾一点这个，沾一点朱砂，沾一点点大红。它也是一样的，由深到浅的一个变化，由深到浅的一个变化。小樱花，那樱花的颜色我们也要让它有所变化。我们这一朵，下面这一朵，我们调多一点点这个赭石，调多一点焦茶，调一点赭石，调一点焦茶。花瓣依然是啊，由大到小的这个渐变，有大有小哈，不是由大到小，是由小有大的这个变化，有这个大小的这种变化啊。好，这一朵的话可以画一个，感觉它是一个侧面的。比较盛开一点的侧面。好，颜色可以越来越少，感觉很多在一起啊。樱花就是这样子，它开一堆，一堆会有很多。好，笔上干了啊，笔上干了，我们再来加一点底色进来，加一点底色，补充一点底色。樱花就想到倭寇，来蘸一点点大红，有的时候你就各种不同的颜色。好，再来蘸一点这个朱砂，蘸点大红，少许的这个曙红啊，少许的曙红，也可以加一丁点胭脂，深一点的地方你可以加一点胭脂。但是颜色哈，颜色一定要调均匀。
来加点大红，加一点曙红，一丁点胭脂哈，让它有这个深浅变化。笔上干了，我们再来加一点底色进来。来蘸一点这个朱砂，蘸点朱砂，蘸点赭石什么的，我们画一些这个樱花的这个花苞吧。樱花的花苞画一个圆的就行了。好，待会儿我们再来画这个连接它的一些枝干什么的。现在我们就大胆的随便找地方画，最后我们再把它连接起来啊。最后咱们再把它连接起来。好，调点朱砂，调点大红，调一点点曙红。来，再来调一点朱砂，调点大红，调点曙红。好，樱花就是一堆，它的花瓣比较小一些。那我们再继续来补充底色啊，补充底色。加一点赭石，加一点焦茶。笔上
咱们再把底色搅一搅，把笔尖洗一洗，就是一个个小牡丹。其实，对呀，这个樱花它一朵朵的，真的像一个个的小牡丹，确实有点像一个个的小牡丹。来把底色搅一下，然后再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。好，来蘸一点点赭石，蘸一点点焦茶，有的我们就直接用赭石和焦茶画，就像一个个小小的牡丹。就是像画大写意牡丹一样的画。好，蘸一点赭石，蘸一点这个朱砂，蘸一点大红，各种不同的颜色。颜色稍微一点点区别，基本上一笔蘸一次颜色画完一朵可以。可以画的更随意一点点哈，随意一点也快速一点吧。像小牡丹吗？这一堆就是一堆比较密的地方，那还是要制造一个疏密关系，不要全部都在一堆。加一点朱砂，加一点大红，加一点曙红，一丁点胭脂进来。这个樱花和牡丹花花期是一个时间的，是一个时间。我们在这个角落，在这个角这里加一些，左上角这里加几朵。好，我们先还是一样蘸一点底色，然后调这个朱砂，调大红，调一点点曙红，调一丁点胭脂啊。感觉有点像画这个，咱们画的时候有点像画这个玫瑰花似的。你可以按照画玫瑰花那样去画，但你可以画的更乱一点啊，不要画的太，因为樱花的花瓣啊，它就看着比较乱，没有什么规则，就是大大小小的。来加一点朱砂，加一点大红，加一点点曙红，加一点胭脂。好，调点朱砂，调点大红。
画2个花苞在这里。看一下，再加一点底色，笔肚里面去补充一点底色。好，现在画的是这个小樱花啊，牡丹配上樱花。其实我们画画的话，其实真正的我们不用去在意它是不是一个季节，但是樱花和牡丹确实是一个季节哈。好像一些小缝隙里面啊，缝隙里面，这个缝隙里面也是一样啊，可以加上一些小樱花。那我们再往下啊，再往下，还是一样啊，调朱砂，调一点赭石，调一点赭石，调一点朱砂，调点大红、曙红，还有调一丁点胭脂哈，不要调太多了。啊，补充一点大红，补充一点大红。再加一点朱砂，加一点大红。这个小樱花的话，我们可以很快速的都可以把它画完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樱花，咱们花瓣它比较，它比较没有说你要慢慢的把它正反半去表达，它没有正反半啊，看不到正反半，它就是整体的花上就是比较花瓣比较碎。所以我们去画的时候啊，表达的时候也可以稍微快一点点啊。来，再加一点赭石，加点赭石，加点这个朱砂哈，再加大红，加点曙红。
好，加点大红，加点曙红，加点赭石，加点点焦茶进来。有的时候加点胭脂哈。好，再加点大红，加点曙红，加点胭脂。笔上干了，我们就加一点底色，再调一点这个珠标，调一点这个大红。咱们有的时候画一点这个，有一点感觉它是有一点侧面的。各种颜色都可以调一点点。就是樱花，它就是粉粉的、粉粉嫩嫩的那种颜色。好，再加一点底色，加一点点这个朱砂，加一点点大红，加一点朱砂，加点大红。沾一点朱砂，沾一点焦茶，咱们来画一些这个花苞啊。沾一点胭脂吧。这个小樱花的话，我们可以花瓣可以很随意的去画。也是从中间深，慢慢到边缘，越来越浅哈，慢慢越来越浅。好，下面一朵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这个赭石，再加一点点大红。让每一朵的颜色它看着是一样的，在一个色系上，但是呢，它又有一点点变化。
在同一个色系上稍微有一丁点这个小小的变化。像这一朵就是非常盛开的那种。好，调一点朱砂，调一点大红，你也可以调一点赭石，调一点大红也行哈。好，大概就画这么多吧。然后我们底下我们想画一个什么呢？画一个灯笼，在底下咱们就画一个灯笼。要不先把灯笼画了，待会儿这里看一下怎么生出一个灯笼，从这里面调出来吧，从这里面调出来。咱们用一支小一点的笔，就是我们画花心的那一支笔啊。我们用画花心的那一支笔去画，然后我们就用这个红色的啊。现在我们就用这个胭脂去画吧，淡淡的胭脂去画。待会儿我们需要用什么颜色，我们再重新去上色啊。好，从这里调出来啊。来画一个圆，先用淡淡的颜色画一个圆吧，再淡一点点，不要太深了，因为这个圆到时候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，到时候也不知道画的圆不圆，因为要调整嘛，所以先开始不要画的太深。歪了没有？我现在坐着我就有点看不太清楚。画一个灯笼吧，咱们就画一个不一样的灯笼吧，好不好？画一个不一样的灯笼吧，咱们画一朵莲花灯笼，好不好？来，咱们画一朵莲花灯笼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一起来画一朵莲花灯笼。那笔上干了，我们加一点点水进来，画一朵特别一点哈。好，这里画一个莲花的一个花心，莲花心。好，看一下哪里需要加一些花瓣，我们就往哪里加。好，很随意的去画。啊，要有一些疏密关系啊，不要全部都在一堆，平均的，高高矮矮，高高低低。看一下哪里要加。好，可以了，差不多。这个莲花咱们就画成这样子，莲花灯，是不是有点特别？有没有一点特别呢？待会儿我们这个莲花灯也会用到金色啊，要不我们直接用金色，先用黑色的画一遍吧，先用黑色的画一遍，加点墨啊，咱们这个盘子里倒一点墨进来。
这个画成啥呢？画成啥了？两边有一点不一样了。然后底下。不对称更好是吧？就是刚刚一下子画错了，画错了就错吧，将错就错吧。好，我们直接上金墨吧，直接上金墨。来，咱们倒点金墨。好，这个是金墨，好不好？金墨，直接用这个金墨来画。好，这个感觉画这个飘带啊。就你随便飘吧，可以飘远一点啊。好，让它飘逸一点。飘的这个金丝带，待会儿我们也要把它涂上一个红色的吧。整体的这个就是红色偏多，然后把这个上面这里都涂上金色的吧。金线。